嗨，我是凯莉。大家有没有过在路上遇到怪人经验呢？今天的故事不仅仅是遇到奇怪的路人，还从奇怪的路人口中得知了诡异的事情。那么故事开始咯。老实说，跟别人所遭遇到的灵异现象、恐怖体验比起来，我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，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灵异事件。这是这几天发生的事情。我本身从事餐饮业，回家的时间常常都是半夜。那一天，因为我隔一天休假，又有团体客人的订位，所以我就一个人留下来备料。过了凌晨1点半，我想我该回家了，就收一收走了。但在我回家的途中，就发生了这件吓翻我的事情。我的回家路径如果穿过车站，就可以少走一点路，所以我每次都是选择这条路回家。而这一次，当我经过的时候，那边的长椅上有个大婶坐在那里，大约50-60岁吧。她坐在那里喝着保特瓶装的茶。平常那个时间有时候也会有人坐在长椅上，所以我并没有多想什么。可是等我靠近后才发现，大婶的眼神是死死的盯着我看，而且还维持着保特瓶在嘴巴里的姿势。我心头一惊，但立刻想着，总之呢，千万不要跟他有所接触就好了吧。于是我加快脚步从他面前经过，没想到等我一经过，他马上就起身跟了上来。我内心一边想着，拜托你饶了我吧，又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，放慢脚步想让他超过我。没想到我走慢一点，他也没有超越我，而且还从我后面传来咔哩咔哩，像是在咬着什么东西的声音。我在心里想着，应该是刚才的大婶一边咬着保特瓶，一边跟在我后面吧。天哪，我现在完全是被怪人给盯上耶。我想着再往前走一点有一家超商，在走到超商前就先忍耐一下。我在心里做好随时都要起跑的准备。于是我保持一定的步调走路，大约走了3分钟。已经快要到超商的时候，我却发现后面的大婶开始加速。我吓了一大跳，立刻全速前进，赶快跑进超商里。进到超商的时候，想说这样就得救了吧，却没想到大婶也跟着进来超商。我脑海中瞬间闪过了许多想法，正想的是时候该报警了。在我要行动前，大婶却说话了：“你还好吗？有没有被怎样？”我一脸懵逼，你在说啥？我是被你吓得要死欸。大婶解释说，在我进去超商之前呢，背后一直有人紧紧的贴着我。他说呢，他本来是在车站旁边等人来接他，却看到我走过来，后面跟着一个头发很长、穿着黑白衣服的人。他一开始不以为意，直到我走近，他才发现有点怪怪的。只看到我完全忽视贴在我后面的人，而且那个在我后面的是一位女性，紧紧的贴着我走，也不讲话。他那时候就在想我是不是被怪人缠上了，所以才从后面跟着我的。快走到超商的时候，大婶加速，是想要拉着我逃进超商里避难，但我却突然跑了起来，而后面那个女的就这样走掉了。总之呢，她比较担心我，所以就跟进超商。但是这很奇怪啊，自从大婶跟上来，我有好几次回头偷看后面，根本就没看到那样的人。我无论如何都很怀疑，但是因为不想和大婶扯上关系，就说我没事。我跟她道了谢，然后大婶呢马上就往回走，往车站的方向去了。因为有点害怕，我就在超商稍微待了一下，之后快步走回家。我想说就冲个澡赶快睡吧。脱下衣服后，我整个背脊却都发凉了。只见到衣服的背面粘着很长的头发，一看大概有10根左右。我一个人住，没有家人，工作场所也没有长头发的人，当然啦，也不是我自己的头发。天啊，恶心的要死。我赶快把衣服丢掉就去洗澡，打算一早来收垃圾的时候就马上把衣服拿去丢了。即便我这么决定，但是我仍然睡不着。虽然大婶说之后那个女的不知道往哪里走掉了，但我只要一想到该不会还跟着我回到家，我就恐惧到完全失眠了。今日份的故事已经结束了，大家还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今天的故事比较短，抱歉，最近故事只能用零碎时间生出来。
另外，我的副频道也开始更新了，片尾有推荐的片段，喜欢的不妨也可以去看看哟。最后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每周六晚上8点半上新片啦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呢。你有曾经听说过诅咒稻草人吗？我有个类似于这个的故事。我因为工作关系很常被调动，所以呢也很常搬家，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。而我调任的地方呢，有时候是公寓，有时候是出租房。但我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关于我被调到山口县秋市的事情。那时候呢，被调到那个地方去，我被告知说我可以用一个很合理的价格租到一间房子，所以我没有犹豫，就立刻决定租它一阵子。但唯一的问题是，这间房子位于深山中，而且虽然它是一间很大的房子，却相当的老旧。然后呢，大概是在我们搬进来的1个月左右吧，我女儿在庭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。说也奇怪，我们在刚搬进来那个假日啊，就已经前前后后的检查，并且整理了整间房子还有庭院的部分。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印象说有在庭院里看过这个奇怪的盒子。我之所以能这么肯定，是因为那个盒子的外观非常的奇特，而且显眼。如果我们有看过的话，大家一定会有印象的。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灵异体质的人，但是这个盒子呢，总是让我觉得有一种不祥的感觉。如果我在当时呢，可以做出对的选择，也许后面我就不会经历到一连串可怕的恐惧了。我那时候选择烧了那个不祥的盒子。但我想一般人都会跟我一样吧，遇到这种情况大概也会想说把它烧掉，或者就是丢掉这样子。那就在我烧掉盒子后没几天，就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。我的一位朋友遭遇车祸，车子整个起火，而且他全身几乎被烧伤了。当他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而在隔个几天呢，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在家里生篝火的时候，衣服不小心着火了，而使得他的右手臂还有右脸被烧伤。我去医院探望朋友的时候，我就问说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而朋友却告诉我说，在他被烧伤的前几天，他曾经梦见他的身体就是被火烧伤。我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疑神疑鬼的人，但在那个当下，我却直觉的想到那个被我烧掉的盒子。于是我就赶紧回家，想要去庭院中看一眼那个盒子。我到家之后呢，就赶快去检查那时候我们焚烧垃圾的坑，居然发现那个盒子并没有被火完全烧毁。当我拿起盒子想要确认的时候，一股可怕的战栗感袭来。在盒子里呢，我找到